近日，三星正式宣布推出全新高端移动处理器 Exynos 2200，这是一款全新设计的移动处理器，采用4纳米极紫外光刻工艺，配有基于 AMD RDNA 2架构的 Samsung Eclipse 图形处理单元 GPU。三星表示，凭借目前市场上先进的基于 ARM 的 CPU 内核和升级的神经处理单元 NPU。Exynos 2200将实现更好的手游体验，同时增强社交媒体应用和摄影的整体体验。据官方介绍 ，Eclipse GPU 介于主机和移动图形处理器之间，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混合图形处理器。Eclipse 是由代表 Exynos 的 X 和 Eclipse 日食组合而来的，基于高性能 AMD RDNA 2架构。Eclipse 继承了以前仅在 PC、笔记本电脑和游戏机上可用的硬件加速的光线追踪 RT 和可变速率注色 VRS 等高级图形功能。此外， Eclipse GPU 还配备了多种技术，例如可提升整体性能和效率的高级多 IP 调控器 Amigo。Exynos 2200是市场上集成 ARM 最新 ARMv9 CPU 内核的产品之一。8核 CPU 采用3集群 Tri-Cluster 结构设计，由1个 ARM Cortex-X2 核心、3个性能和效率均衡的 Cortex-A710 大核心和4个节能的 Cortex-A510 小核心组成。通过升级的 NPU，Exynos 2200可提供更为强大的设备上 AI 功能。与前代产品相比， NPU 的性能双倍提升，可进行更多的并行计算并增强 AI 性能。除了高能效的 INT88 位整数和 INT16 外，现在 NPU 还能提供更高的精度，支持 FP16 16位浮点。此外， Exynos 2200还集成了一个高速的 3GPP Release 16 5G 调制解调器，支持 Sub6GHz 和毫米波频段，通过 EUTRAN 新无线电双连接 NDC， 它能同时利用 4G LTE 和 5G NR 信号，并将速度提升至 10Gbps。 在安全层面， Exynos 2200配备了集成安全元件 ISE， 用于存储私人加密蜜月，并发挥 Root of Trust 信任根的作用。另外， UFS 通用闪存存储和 DRAM 的内联加密硬件也得以增强，使用户数据加密只在安全域内安全共享。Exynos 2200的图像信号处理器 ISP 架构经过重新设计，以支持全新的图像传感器，可实现高达2亿像素 200MP 的超高分辨率。在30帧秒 FPS 的情况下， ISP 在单摄模式下支持高达 108MP， 在双摄模式下支持 64MP 加 36MP。 它还能连接多达7个独立的图像传感器，并可支持4摄同时运行，从而实现多摄功能。在视频录制方面， ISP 支持高达 4K HDR 或 8K 的分辨率。与 NPU 一起， ISP 利用内容感知 AI 摄像头，从而获得更精细和真实的结果。拍照时，基于机器学习的 AI 相机能识别场景中的多个物体、环境和人脸，然后应用适合的色彩、白平衡、曝光度、动态范围等设置，生成专业级质量的图像。Exynos 2200的多格式编解码器 MFC 支持 8K 分辨率，它能以 240fps 解码 4K 视频，或以 60fps 解码 8K 视频，并以 120fps 编码 4K 视频，或以 30fps 编码 8K 视频。此外， MFC 还集成了高效的 AV1 解码器，可实现更长的播放时间。显示解决方案支持 HDR10+， 让画面拥有更广的动态范围和深度，并支持 144Hz 的显示刷新率。在滑动屏幕或玩游戏时可获得更灵敏和更流畅的体验。目前， Exynos 2200正在进行大规模生产。月前，
高通新一代旗舰处理器骁龙8 Gen1 正式发布，而全新的三星 Galaxy S22 系列也将会是首批搭载该芯片的旗舰机型之一，依然将包含 Galaxy S22、Galaxy S22 加或名为 Galaxy S22 Pro 以及 Galaxy S22 Ultra 3个版本。其中 Galaxy S22 Ultra 的独特外观近来更是受到不少关注。现在有最新消息，全新的三星 Galaxy S22 Ultra 将会集成前作 Galaxy S21 Ultra 与 Galaxy Note 20 Ultra 两大旗舰的优点，结合此前的相关爆料，该机将在很大程度上融合了原本 Note 系列的设计风格，机身非常硬朗。正面继续采用居中开孔全面屏设计，其后置相机模组则采用了独特的设计方案，并且还配备 S Pen 手写笔，商务气息显得更加浓厚。其他方面，根据此前曝光的消息，全新的三星 Galaxy S22 系列整体设计与三星 GALAXYS21 系列基本相近，依旧采用居中开孔全面屏设计。顶配版还将采用搭载 LTPO 技术的 OLED 屏幕，能实现120Hz 的自适应刷新率调节功能，将搭载全新的骁龙8 Gen1 以及自家的三星 Exynos 2200旗舰芯片 Galaxy S22 和 Galaxy S22 加预计将采用后置 50MP 主摄加超广角加3倍长焦的3摄相机模组。而 Galaxy S22 Note 则会沿用 108MP 的主摄镜头。此外，该机还将有望搭载45瓦快充，这也是 S 系列的首次运用。据悉，全新的三星 Galaxy S22 系列其顶配版售价预计将超1万元，更多详细信息我们拭目以待。不过，尽管三星发布了新的晶片，其竞争对手联发科去年11月份发布的天玑9000处理器首发了台积电4纳米工艺，能效表现很不错。目前测试结果显示，比三星家代工的骁龙8表现要高出40%到 50%， 下一代的天玑则要上3纳米工艺了，还是台积电代工。根据台积电的规划，3纳米工艺今年下半年量产。不过初期的产能很可能是分配给苹果及 Intel 两家大客户，其他厂商要排队，至少明年才有希望。在这些客户中，联发科3纳米也是确定下来的，联发科官方也确认会有3纳米工艺的头片，当然官方是不会明确哪款芯片会上3纳米工艺的。按照以往的惯例，联发科的3纳米芯片应该是天玑9000的下一代继任者。命名的话就有点乱了，天玑9000从传闻中的天玑2000突变，下代应该会是天玑10000处理器，2022年底之前发布。据台积电官方资料显示，台积电的3纳米相比上一代的5纳米工艺，在逻辑密度上提升了 1.7 倍，性能提升了 11%， 同等性能下功耗可降低25%到 30%。回到三星这次发布的这颗晶片可谓一波三折，虽然之前有过难产的传闻，但如今三星还是将 Exynos 2200发布了出来，看起来即使出货占比并不高，三星也并不愿轻易放弃在自研旗舰 Zosh 上的技术储备，更不愿放弃与 AMD 在 GPU 方面的合作成果。尤其这次采用 AMD RDNA 2架构的 Calypso GPU 带来了光线追踪等新特性，为手机游戏的体验带来了新的可能。除了光追之外，在今年各家移动芯片 GPU 性能均有大幅提升的背景下，也更让人期待它的实际性能表现。